是东京的千鸟渊公园，是皇居外护城河边的一个樱花大道，全长几公里，走一走。这里是京都的赏樱名所醍醐寺。醍醐寺始建于874年，是日本历史上最古老、规模最大的寺庙之一。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，里面有几十座建筑。每到春天，这里都有醍醐赏花会，一起来参观感受下。到达京都的这一天，天气非常好。听说醍醐寺的樱花正在怒放，抓紧时间赶了过去。醍醐寺赏樱的门票有点小贵，1500日元和人民币75。这个门票包含了3个地方：三宝院、伽蓝和灵宝馆。首先进入的是三宝院，一进来就看到这里的樱花正在怒放。这个醍醐寺里的樱花树看上去都有几百年的历史，都非常的粗大，而且是以这种粉色的垂枝樱为主。醍醐寺也是京都第一批满开的赏樱场所，所以来了不少的游客。不过和国内人山人海的樱花景区相比，这里的游客还算是少了很多。
日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评选100大赏樱名所，这个醍醐寺也是榜上有名。是京都的醍醐寺，植了很多非常大的樱花树。日本的樱花树龄都比较长，动不动就是100年的历史。三宝院里的建筑，还有庭园，入内参观还要脱鞋，所以就没有进去。院子后面也有几棵巨大的樱花树，在这里可以轻轻松松的拍照。其实很多的樱花树只有几十年的寿命，但是日本却有很多上百上千年的古樱，这也是日本的樱花看上去很与众不同的地方。看这棵樱花树，树冠的面积得有上百平米，里面有很多非常大的樱花树，都是几百年的树龄。看小鸟。参观完三宝院，继续前往嘉兰，这是通向嘉兰院的大道。这些庭院的外面都是不收门票的，其实光在这大门外面照相就已经很漂亮了。像这样的画面，樱花古树和这种上千年的历史建筑，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。这是嘉兰殿门口的樱花。这个醍醐寺的门票是套票，嘉兰殿是3个收门票的地方，面积最大的，里面的古建筑也最多，最有名。跟着我的脚步来欣赏一下嘉兰殿里的这些知名建筑。首先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五重塔，也是醍醐寺里最著名的景点之一。这个五重塔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五重塔之一，建于952年，距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日本的寺庙古建都非常有历史，几百上千年，即使被毁重修，也依然保持了原始的样貌，所以看上去没有那么金碧辉煌、光鲜亮丽，但是很有历史感。就像眼前的这个五重塔，如果不是在樱花掩映之下，这个塔显得黑不溜秋的。但这个五重塔可是日本的国宝之一，能拍到这样人少的照片也是很难得的。这是嘉兰院里的另一个国宝金堂，里面不让拍照，拍一拍旁边的樱花树。旁边的这棵樱花树也非常的高大，高大的垂樱像瀑布一样。樱花的花瓣粉色小小的，从这里望向五重塔，塔前有几棵硕大的樱花树。在金堂这里拍照打个卡。嘉兰院非常大，除了这个五重塔和金堂，往后走还有好几组建筑和庭院。这是观音堂，曾经发生过火灾，被烧毁又重建了。观音堂旁边有一个山水庭园，有小桥流水，非常的美，很像中国的古典园林。池塘旁边种了各种各样的树，其中也有樱花树。日本的寺庙其实一半是樱花树，一半是红叶树，所以春秋两季都很美，春天赏樱，秋天赏枫。现在是初春，除了几棵樱花树，其他的树还没有变绿。这个醍醐寺离京都的市区稍微有点远，不过坐公交可以到达。在日本旅游最好还是坐公交，因为打车真的太贵了。其实整个醍醐寺分为上下醍醐寺，整个有80多个建筑。我们现在逛的这3个都属于下醍醐寺。如果想去上醍醐寺，还要继续往上爬山，挺累的。这个五重塔是国宝，不能够进去参观。这个醍醐寺确实挺大的，光这个嘉兰院就走得挺累的。到中午了，游客也越来越多。
赏樱期间，这里还开放了一些吃饭的地方，都是简单方便的快餐。我也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东西，就坐在这片空地上。中餐是这里的特色套餐，1000日元，大概50块钱。吃完饭来到第3个参观的地方——灵宝馆。感觉这里应该算是个现代博物馆，里面有很多国宝级的展品，不能拍照。展馆的外围也有很多的樱花树，先走一圈。猜一猜这棵樱花树多大年纪？几棵樱花树连在一起，遮天蔽日的感觉。这个灵宝馆里没有什么历史建筑，就是一个现代博物馆，所以这里的景色比较一般。不过和樱花树拍照比较容易，人也少。而且这种垂樱枝头茂密，很容易拍照。其实我来醍醐寺的时候是4月1号，当时在京都也只有醍醐寺的樱花是满开了。因为这里的品种基本都是垂樱，最早开放也最早凋谢。不过京都有太多的赏樱名所，还可以去其他地方。这里是京都的京都御苑。京都作为千年古都，也是过去皇室所在的都城。在1869年迁都到东京之前，天皇都住在这里。现在的京都御苑其实是一个大公园，长方形，长度有1.3公里。里面除了有京都御所、仙洞御所等皇室居住的地方，宫殿外也开辟成大公园，是市民休闲的场所。现在看到的是京都御苑里面一些开放的樱花，位置就在京都御所的北边，这里一大片的垂樱。因为京都有太多可以赏樱花的地方，所以专门来这里赏樱花的并不多，都是来参观京都御所，顺便来这个旁边赏赏樱花。我3月30号到达京都的时候，当时京都很多的樱花都没有开，这个京都御苑的樱花听说开了，就顺便过来。其实每到赏樱季节，京都的大街小巷都开满了樱花，可以说整个城市就是一个樱花的海洋。就像京都御苑里的这几棵大樱花树，可以说在城市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。相比其他热门的京都赏樱场所，这个京都御苑算是比较冷门的赏樱地。不过因为其他地方的樱花可能都没有开，所以今天这里也聚集了不少人。旁边看到的宫墙就是京都御所，几乎每棵樱花树下都有人拍照。这种垂樱很适合拍摄人像照，因为垂樱垂下的枝头非常低，站在枝头前就可以拍摄很好的角度。在整个京都御苑里，其实有好几处可以看到樱花，但是没有形成非常庞大的樱花林。看这棵樱花树也非常的高大。京都御苑在宫殿外的一些场地也有一些庭园、水池。这个小水池旁边的樱花树非常的漂亮。樱花的花瓣非常的轻巧轻柔，感觉一场风一场雨就可以把樱花打落下来。
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赏樱花必须要抓紧时间。很多的樱花树品种赏樱的周期就只有1周。这个公园是可以骑自行车进入的。除了外围这些大众休闲的花园树林，京都御苑里最值得参观的是京都寓所和仙洞寓所。这是位于京都御苑里的京都寓所，就是以前天皇居住的地方，不用预约，直接排队进去参观。里面可以自助扫码讲解。其实京都御苑里除了这个京都寓所，还有仙洞寓所、京都大宫寓所等其他的建筑群。不过仙洞寓所是需要提前预约的，据说那里的秋色赏枫非常漂亮。这个京都寓所不用提前预约，来的游客也最多。这里就是以前日本天皇的居所，里面除了大小宫殿，还有很多漂亮的庭园。这里叫做御池庭，这种庭院里基本都是常绿的松树，加上一些红枫。这个京都寓所南北长450米，东西宽大概250米，四周都有数米高的围墙，算是一个园中园吧。里面的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里面也有一些樱花和梅花，稍微把整个庭园点缀了一下。不过总体上京都御苑这里的樱花数量并不是特别多，所以结束了这里的游览，前往哲学之道看一看。这里是京都著名的哲学之道，要赏樱的地方。不过3月底这里的樱花还没有完全开，因为今年整个日本的樱花出乎意料的延迟，导致我这次的赏樱计划非常不顺利。去年的哲学之道这里已经是樱花满开了，而现在刚刚有花骨朵，感觉满开还有1周时间。这个是已经开花的几棵树，刚开始开。走了一段路，基本上樱花感觉都没有开。估计不少游客都是和我一样，3月底这个时间来东京、京都赏樱，结果什么都没看到。去银阁寺的路上吃个小吃，泡芙冰激凌还蛮好吃的。因为这次主要是来日本赏樱的，除了醍醐寺和今天的京都御苑，其他地方基本都没有看到樱花。很多人都满怀希望而来，有点失望的离开。在京都的街头逛逛街，这算是非常热闹的商业区。有一些河道上的樱花已经开始开花了。来到了仙斗町，这是一条古老的京都小巷。这条小巷在江户时期就开始初具规模。以前这里都是茶屋、旅馆，甚至是花街。现在的仙斗町继承了过往灯红酒绿的繁华，品类丰富的饮食店让这里成为绝佳的饮食天堂。这条街就在鸭川的旁边，一侧的餐馆都是临水的，因为可以一边享受盘中佳肴，一边可以静静地欣赏鸭川美景，所以很多的餐馆都非常火爆，需要提前预约。来这里参观的游客也不少。这里吃饭的价格比商业区稍微贵一点点，但是也不算特别贵。不过不少餐馆都需要提前预约。整个巷子里有着浓郁的日式风格，非常干净。每家的店铺装饰都很有特色，甚至很有文艺的气息。尤其是晚上，街道里的灯笼亮起来，就更加漂亮。整条街长度将近1公里，小巷的中部有一个仙斗町公园，记得那里有一些樱花树，就是前面这处河岸边。这里算是一个鸭川河边的小公园。
几棵樱花树已经开花了，也是属于垂樱，都是最先开放的，粉色的。河岸边的晚樱都没有开。这个是开了40。我这次原计划就是在东京、大阪、京都赏樱，几个地方走下来，除了醍醐寺，其他地方几乎都没有欣赏到好看的樱花，就是因为今年的花期整个延迟了10天左右。也许其他游客就带着遗憾离开了，不过对于我而言，没有看到樱花是不会走的。所以后期我修改了行程，准备重新走一走，回到东京，开启新一轮的赏樱之旅。这门口好像是一个名人吧，大老总，吃饭也都要排队。完了，他说不能，咱们先去抽烟，完再回来。感觉京都的岚山、哲学之道这些著名的赏樱地，都要在几天之后才能开花，而京都大部分地方我都拍过，所以打算先离开京都，前往名古屋看一看。这条河就是鸭川，可以春季赏樱，秋天赏枫，很美的一条河。附近有很多著名的街巷，游客非常多。过了桥，前面还有一个花间小路，据说傍晚的时候非常热闹，有很多的艺伎出现，看看有没有运气拍到几个。参观花间小路的游客也是非常多，这里的很多店铺也都是餐馆，这些街道里的私人餐馆店铺也是不能够随便拍照的，不过拍拍街道上的景观也是可以的吧，很多人都在拍。走了一圈，好像也没见到一个艺伎，全是乌泱乌泱的旅行团。蓝调时刻，这条街道拍起来还是很漂亮的。准备找个地方吃饭，明天去名古屋，据说那里的樱花开了。